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在刚刚更新就已经结束了。我没有想到它还保留我的记录，因为之前的公告是说在更新之后，你这些记录全部都会不见。那既然没有消失的话，也算不错，我可以直接保存了。不过这个装备替换的方式呢，你是必须要取名字的，你完全不取名，它是不给你记录的。所以一定要把每套装备写上名字，然后保存起来。这个保存系统总共是可以保存10套装备，是比军器储存还要更少的。军器总共可以存20套，不过10个存档其实对我来说是已经足够了。我相信大部分玩家应该不会超过10套吧。我们能够派出的队伍就只有7队而已，除非你是连采集的装备都要保存啊，那个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正常情况下，我相信打架的装备应该是不会超过10套的啦。那当你全部保存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点选1、2、3来替换了。在你替换之前也是一样会跳出一个警告跟你说这个装备是在哪一位统帅上面。现在替换之后是完全不会删除你之前保存的记录的，但是这个替换方式有一个缺点，就是可以强制把统帅的装备拆下来替换在另外一个统帅上面。如果你是忘记了或者是稍微不注意的话，有可能你的队伍就没有穿装备直接走出去了。所以建议各位在派部队的时候检查一下左手边自己的队伍有没有穿到装备。这一次的装备替换更新算是我等了很久，也是期待很久的更新，尤其针对一些集结驻防车头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再来就是要塞的部分，现在的要塞是完全不能接触到你原本的要塞。在你们建立新的要塞之前呢，都是会有一个虚框给你们去看要塞建在哪个位置。只要你建立新的要塞的区域是有覆盖到旧要塞的话，是完全不能建的。一定要把新的要塞盖在你的旧要塞外面的范围才可以，碰到一点点也不行。就像我的画面上演示的，只有一个角落碰到旧要塞而已，它都不给你建。唯一能建起来的方法就是完全不要接触到旧的要塞，要在旁边建，要贴着建其实也是可以，但是你只要一碰上旧的要塞就完全不能建了。也就等于说之后叠要塞至少烧掉一个要塞之后是会退3格的，不像以前那么夸张，退1格而已。再来一个让我比较疑惑的地方，就是部队头像还有替换部队的改进在哪里，这个我看不明白。后来我去问了客服才知道，他们是调整了部队表情、回程按钮和头像的位置。之前有bug会导致到按钮挡住头像看不到血量，所以这一次更新是修复了这个问题。那我看到有一些玩家误会以为是点点打法的时候，那个头像不会再挡着上面了。也就等于说其实官方的公告还是很模糊啦，大家都看不明白，要去问客服才知道。所以这个修复对我来讲还是算蛮失望的吧，因为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装备觉醒5的描述效果就变成这样子，我感觉好像跟之前没有什么差别。这边画面上其实也是看到2个无锋匕首的，那假设在不看下面的描述情况下都分不出到底哪一个是5觉醒的效果。我原本是预想这黄色字体可能会改一下，可以在不看描述的情况下发现到是已经触发了觉醒5的效果。不过你们看这张图片可以发现到无锋匕首的提升变得很多了，这个也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那你们可以看到除了技能伤害提升之外，还有包括远程的技能伤害提升，受到的远程伤害降低。会这么多描述是因为这一次更新之后远程统帅也可以用饰品了。那你们可以看一下饰品的描述，它从原本的普攻伤害变成所有的普攻伤害，所有的技能伤害。在之前没有写所有的时候呢，是只有包括一般的统帅、骑兵、步兵、工兵、领袖而已，没有包括远程的。因为在之前的版本更新之后呢，远程统帅就变得比较限制了，它必须要每一个阵地加上远程统帅才可以提升。不过在之前我们有做过测试啦，就算官方没有区分远程统帅的提升之前呢，已经是不能用饰品了的。所以在上一次更新，官方只是增加了这个远程的描述，让我们知道其实有哪一些东西是真的远程统帅不能使用而已，不会让一些不知情的玩家做了装备给远程统帅使用。那我去看了一下，几乎每个饰品都是可以所有兵种都使用的，差不多每一个饰品都写上所有了，像是所有的技能伤害、所有的基础伤害、所有的普通攻击伤害、所有的反击伤害都可以，还有包括觉醒5的效果，远程统帅也是可以使用了。像之前完全不能触发的时候，就变成远程统帅是没有办法带饰品的，就算能带也只带那个部队容量提升而已，其他什么怒气恢复、反击伤害提升都是不能用的。那官方自己也是知道不可能你再另外出一个饰品是专门给远程统帅使用的。那说装备可能没有办法替换，但是饰品我们几乎每个统帅都通用了。
要求玩家去做远程装备是可以接受，但是要求玩家专门去做远程的饰品是不能接受的。就比方说我做多一个号角是专门给远程统帅使用的，那你觉得有必要吗？还有包括远程的军器现在也是增加所有了，之前是没有增加所有的情况下是不能触发的。之前的设计就很智障啊，你们自己想一下，我专门去抽远程的装备，结果那个装备是不能使用的。就算是拿到双铭文都好，那刚好这2个双铭文都是没有办法提升到远程的话，那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官方之前的设计就很多问题啊，我拿到远程的装备铭文，但是不能使用。不过在这一次更新之后，最大收获应该就是远程玩家了。除了装备饰品可以用之外，远程的军器铭文也是可以正常使用了。最后一个我要提的东西，我自己在讲公告的时候我误会了，以为 iPad 可以分成2个画面。因为它的公告里面是写在 iOS 设备中新增了多个画面设置选项，原来只是多了设置选项，而不是多个画面。我以为是多个画面可以分成2个萤幕这个真的是笑死我，我研究了整半天在那边想着怎样分屏，结果分不了。后来去设置查看才发现到这个东西，在我的 iPad 上多了一个画面设置，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帧数，想要的画质。还有下面我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部队模型要不要统一，我统一了之后给大家看有什么差别。就是你会发现到你的友军不管是自己部队还是别人部队，全部都变成凯撒跟曹操了。然而这个并不是 bug 来的，只要你开启了那个选项，全部统帅都会统一。我认为这个改动是为了减轻我们设备的负担，因为在还没有勾选之前，我们全部看到的统帅呢，全部样子都不一样的，还有包括兵种。如果你开了这个选项之后，就连你的兵种全部都会改变。像我自己拿我的队伍来做示范，我用的文明是德意志文明，所以照理来说我派的 T5 骑兵应该是有牛角才对的，但是系统它默认派原本的 T5 部队样貌给我，然后我的统帅全部都变成凯撒跟曹操了。那除了玩家可以做这个调整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可以设置，就比方说你可以屏蔽掉对方或者是我方的技能特效，还有包括名字，可以减轻你的设备负担。这个是我还没有调整之前的画面，在我没有点我的小号的情况下，我是可以直接看到部队的名字，然后当我的小号触发了主动技能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技能特效的。那我们做个对比，当我开启了那个按钮之后，重新启动游戏，你可以听到它是已经释放了主动技能，听到声音而已，但是你看不到画面了。还有就是你们完全看不到队友的部队头像，看不到名字，你不能辨认这个到底是友军还是敌军，只能从颜色上判断。增加了这个调整之后，你们可以看自己设备的负载程度，像我现在是绿色的话就没有问题，完全是流畅的。如果调到很高的话 OK 开始黄色了，如果开到帧率开到120帧，就会直接把你的设备变成红色就是说之后打仗就会很卡了。那这一次的更新是针对 iOS 系统，也就是说手机应该也是会有，因为我没有用 iPhone 的关系，所以我不能确认。不过这个调整之后，确实对于一些 iPad 玩家来说会比较方便一点。官方也是检测到比较多的玩家都是用 iPad 玩了，然后有很多玩家都有投诉 iPad 可能会比较卡的问题，所以就做出了这个调整。像我用安卓手机也是可以调整，但是没有像这个调整这么详细。最后是这一次的活动头像框还有城市皮肤，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头像框还算是可以接受。不过这一次的皮肤设计我是真的很满意的，刚好也是符合今年是龙年，所以可以看到有一条龙围绕着你的城市冲向天空，在晚上看的时候是特别帅的，喜欢的观众可以考虑入手这个皮肤。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